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彪哥，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条2年的冻腿。所谓的冻腿，就是冰冻过后进行腌制的火腿，我们称之为冻腿。那么冻腿呢，在1年4季，也就是任何季节都可以进行腌制，而且产品力极高。但是，一般情况下，冻腿它的存放不会超过1年，也就是1年之内，这些冻腿要全部处理干净。那么，像这条存放了2年之久的冻腿，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？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一下。很多厂家在腌制火腿的时候经验都比较丰富，大家看一下，比较容易霉变的三叉骨的这个地方，他们都会用这个小麦面调上香油来和一下。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大家看一下它这条火腿，整条火腿的表面现在是犹如枯木一般，而且在腌制的时候可能是加了亚硝酸盐，所以硬度特别高。但是像这条冻腿的话，因为它是一条国产的冻腿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肥肉。如果是进口冻腿的话，可能就没有这么厚的肥肉层。那么常见的那种进口冻腿是没有这个角把的，当然也不一定啊。根据客户的需求，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条2年的冻腿给它烧洗干净，打开让大家看一下里边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由于年份久远，刚才我们没有烧洗之前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是现在烧洗干净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它的腿弯部，也就是经前部位这个地方，有很明显的这种淤青。而且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，农家火腿因为饲养周期比较长，所以它这个指甲显得略长。但是像这种用饲料催熟的猪，它的指甲就会显得比较短。那么下边我们还是先把三叉骨给它去掉。腌制冻腿有几大优势，一个呢当然就是方便冷链运输，第二一个呢就是任何季节都可以腌制，第三呢就是火腿冰冻过后进行腌制，它的成品力极高。其次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非常低。打开三叉骨以后，现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骨头边已经基本上全部灰化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冻腿一般不能存放超过1年的原因。而且像这些地方大家看一下，已经全部黑化。如果跟大家说这是4年5年的火腿，可能也没有人敢不信，是吧？其实这个是什么原因？亚硝酸盐加的太重，加快了它的氧化速度，包括这些地方都全部已经是灰化。它的硬度，像我这个刀已经是够锋利了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用力程度，看一下，全部是像这个样子。我们先把这个下方给它切下来，这个下方已经基本上是报废了。看一下没有氧化到的地方，这个肉是不是红的特别好看？但是也只有很少的一层，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包括它的肥肉层都已经氧化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过分氧化之后，这个肉就会呈这种黑色。像这种黑色的话，可能农家火腿必须要达到3年以上，而且只能是表面才会有这样的颜色。但是像这种火腿的话，已经是进去这么深都是像这样黑化的。我们再来修整一下这个上方。我们修开表面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虽然说像这种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，它不但脱水特别快，而且还能够给火腿上色，也就颜色特别好看。但是大家注意看一下它的肥肉层，虽然说2年多的火腿，但它的油润确实不咋地。像表面这些确实是太硬。待会儿切开中间看一下，它的肉是不是跟表面一样的硬。好了，全部修整干净。大家看一下，单看肉色的话，表面这些肉色还是非常漂亮。看一下，切开断面以后，2年以上的火腿都会产生这种氨基酸结晶，也就是这样的白点，很正常。但是大家看一下，跟农家火腿完全不同的是，
它中间的肉质跟表面确实是一样的硬，而且它中间的筒骨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已经全部发黄，也就是氧化，跟我们那个农家火腿那种白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概念。看一下，整根筒骨全部都这样发黄，而且说虽然说是2年的火腿，已经是足2年的火腿，但是没有任何的火腿香味，而且像骨头边这些肉也是氧化的特别厉害，已经全部发黑。但是如果我们取一块好的，像这样做成这样的块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比农家火腿那是要漂亮几倍不止。看一下，这就是成品2年的冻腿。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硬度。如果是普通农家火腿的话，你不要说是2年3年，如果存放得好，4年5年，切开以后它中间的肉质依然比较绵软。但像这个火腿的话，它的硬度特别硬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，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，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观众别过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